台湾的电音文化在近年来，随着各种音乐节、派对、夜店，甚至歌手 feature 性质合作的兴起，加上科技与创新的世界观，让电音成为一种代表前进未来的象征。今天要介绍的是我最喜欢的台湾电音团体 G5SH。Let's go。今天邀请到的是 G5SH 的马修，终于邀请到你来为节目，如何？帮自己消耗一下。怡园借吉他，这是我传说中的节目呢。我为了这个通告，我昨天弹了一整天吉他，就刚才发现演示一下而已。没有，因为这一次这个节目呢，除了吉他之外，要推广的是 IR 这个东西。对，听说马修你是 IR 王，对不对？没有到 IR 王啊，略懂。今年我们其实合作了蛮多次的演出嘛，还有歌曲，对不对？你觉得今年跟我们合作的感觉怎么样？就是偏太常看到了，太常看到，看明年可不可以少看到一点？觉得今年好像什么演出都是跟 Trash， 我自己是很爽啊。我们其实都是乐团底嘛，但是我们又不是乐团，其实我们就是做电音的。对，所以说我们能懂你们，然后在整个把电音元素加进去之后，我觉得很酷，很有合作感。不是说你唱一段我唱一段这种比较简单的 feature， 我觉得是很音乐基础上的 feature， 对，我很喜欢。讲到电音台湾的电音场景其实这几年我觉得是有越来越好的感觉，就是因为有 G5SH 这个台湾之光这样子。这样小尴尬。其实我们应该要消一下 Michael 啊。Michael 哥才是我们的台湾电音之光。那 G5SH 它是大概什么时候成立？然后为什么叫 G5SH？17年成立 G5SH 的，17年的5月。对。我们本来是想写歌啊，就想说自己做一些电音，因为其实我们也都是玩团的，不会做电音。对，想说学一点合成器，然后我们来做歌。然后那时候有一个天真的梦想啊，就是那个时候蔡依林在收歌，然后我们想说写一首歌卖蔡依林，这样卖中了，我就数不尽的荣华富贵。结果没中。没中之余呢，我们想说，这个歌也可惜，对，怎么办？不然就上传到那个，因为现在发行嘛，找一个发行的朋友，然后帮我们把歌上传到数位平台，对，这样。然后我们想说要取团名嘛，对，他们就上传的时候，那个连结的短网址后面就叫 G5SH。他说：“好 ，OK， 够随便这样，因为听说那个团名取越随便越容易红，然后就随便取，对，然后就到现在了，直至今日，对，还屹立不摇。谢谢短网址。”还刺在手上G5SH。哇，原来是这样哦！对啊，太扯了。这故事有多少人知道？这故事大概全天下，我去每一个电台的，大家都会问。OK， 好，后来就辗转开始，然后就签到极限毛嘛。对。那现在你们是不是也帮蛮多艺人，就是制作歌曲啊之类的？对，因为我本来就我在有 G5 之前就是在做唱片的，对啊，然后就做才有 G5 嘛。对，那当然两个有点相辅相成。对，就是一边当艺人的时候，我也蛮喜欢帮别人制作的。我觉得有一个差异是，你是纯粹的制作人，跟你有身兼艺人的角色，互动起来不太一样。对，就是他在跟你说，我很怕我这个下一张专辑发出来怎样，大家不懂听啊，还是说什么？我想要有点艺术高度的时候，就是这时候我就比较可以理解你的心情，因为我也面临一样的挑战。对，所以我觉得还蛮感谢，其实还蛮多人愿意找我制作。对，最近应该也刚发了新作品，对不对？对，五行。对，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五行。你知道以前小时候我们都在玩那种轩辕剑那种东西，然后它比较五行养成系统。对。然后我有一天在想说，不是啊，这世界都是五行组成的嘛。对。那如果做一张专辑，就是那种五行组成的，对，会怎么样？所以说，其实在这个专辑里面，我们 input 了超多东西，就是除了歌之外，它内容上就会有金木水火土。对，例如说，旧吉他就是比较 metal 一点。那它是哪一型呢？大家就可以想想看。然后像我们有一个歌就是金鱼，
对，鲸鱼在水里嘛，那它就是跟水有关这样子。然后我们还做了一个小说。做小说，对，因为这是专辑，它是一个很完整的故事，对，就等于像我们有一种那种科幻 RPG 这样，对 RPG 游戏的小说，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自己写故事好了，然后我就写了一整个无形的故事，然后我会慢慢 release 啦，就是现在大家应该已经看到第一篇了，对，然后它整个小说大家看完之后就会更了解这个专辑的内容，因为有时候我们听音乐嘛，就3-5分钟的事而已，对，但是你搭配小说你在看，你就会觉得哦，就是这个世界其实你可以想象，对，就我就会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这是我们专辑我自己还蛮喜欢的，因为毕竟这是我迁入我们厂牌的第2张啊，等于说会是比较成熟的一张专辑。对，就推荐大家听啊，喜欢的话就是再听，然后支持一下，有演出就也看看，能玩多久算多久。哇，那接下来呢？专辑发了嘛，会对接下来的一些事情有期待？你会有什么样的活动吗？其实我们11月就是会先去欧洲 tour 一下哦，真的？对，然后再回来台湾，然后我们再就是陆续会安排 release 一些 tour 的行程，对，这样子，因为也玩了5年了嘛，所以也该出去见见世面了，然后跟世界上的人分享一下音乐，对，然后回来的时候看。台湾谁变红了，然后再找他再 feat。我们来聊聊这把吉他吧。这个吉他呢，其实我选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这个历史来由，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因为我头发是蓝色嘛，大家可以看得到，其实我一直维持2-3年的。那到后来，整个衣服也是蓝色。对。那为什么今天没有穿蓝色呢？因为你们一凡发通告的时候说，尽量不要蓝色的。对。因为我们在绿棚。可是我就穿了一个白色的。对。但那买这把吉他的原因呢，就是很单纯。就是因为这个 PRS 的痛我喜欢嘛，第一个，然后 S2 就是很入门款，对，然后我就觉得 S2 有一种烂的声音，因为 PRS 真的太精致了，对，然后但是它这种粗犷的声音，我就会觉得还蛮 rock 的啊，对，然后我很喜欢，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颜色就是G5色蓝色 G5蓝。对，所以说我带着它，没有人会跟我撞琴。这个蓝色好像叫金属夜光蓝，我相信全台湾没有多少人有，应该没有人会选这个颜色。其实你大部分创作都是用吉他来创作，对不对？对，我还是用它来创作。对啊，可以讲一下，比如说你们的歌曲跟吉他在你们的歌曲里面扮演的角色，这样子。其实我们在创作歌，我们不外乎都是下扣嘛。对。就是扣先下之后，那其实你用钢琴下跟吉他下，我觉得有一个特别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钢琴下扣就是按一个真这样就一片的，对。但吉他有 arpeggio，所以我们会这样子嘛。那我很喜欢一个创作逻辑，就是我扣下去之后，因为现在录音就是你录100轨也没有人会说什么，对，所以我就会先录一个。扣的，然后下去之后再把 arpeggio 放进去，然后 arpeggio 放进去之后，我就在想说，我怎么在这个 pattern 里面，对，想一个 riff。我们的歌超多 riff 的，对，就是很多在扣里面的 pattern riff，对，然后我就会想很多 pattern riff 放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大概是我们创造出来属于我们自己的电影歌曲的模式，就像 Skrillex 的。特别就是它的 dubstep 音色很酷嘛，对。那我觉得 G5 就是 G5 有一个吉他 riff，很奇怪，然后做电音这么喜欢弹吉他，真的，因为我之前也是听很多你们的作品，就是吉他那个哇，怎么那么多用？因为我很少听到电音会放这么大量的吉他在你们的歌曲里面嘛，对，然后。
加上你们还有一种什么旧吉他，对不对？就是用吉他为主题的电音歌曲这样。直接是 metal， 对啊，就很特别。你们的歌曲的元素是超级多的，就不是只有电音而已。对，就是其实还有各种不同的声响在里面。对，但融合在一起，你还是可以感受到那个电音给的那个能量的感觉。现在大家都在玩 hybrid 曲风，就是说你在曲风里面说，我们主要定义说。大方向是这个音乐类型，对，但其实是要融合超多音乐，因为像你们新专辑也是嘛，就像我们一起做，终究还是因为爱，对，你会感觉说，它有电音的 energy 在，对，但你会觉得它不是一个乐团歌嘛，它是，就是我觉得现在歌就是应该多融入，大家都有这个想法，对，还蛮酷的，这一次北流它联合了好几个场馆，有台中歌剧院，然后高雄卫武营、高流、两厅院，还有北流，有这么多的场馆去取样这些空间，到时候会免费开放给大家使用，这样子。对，然后也有吉他的取样。就对于这样取样技术，像你刚刚也有感受一下这次取样的内容嘛？那你自己感觉怎么样？酷啊！因为我其实从很久以前就有 IR 了，对，就是因为我是用 Logic Pro 的，然后 Logic Pro 它很酷，就是它内建的 Reverb 跟其他软体不一样，它是用 IR 取样的，所以说那时候我们在用 Logic Pro 的时候，因为我有一阵在美国念 Berkeley 啊，然后那时候大家就超疯狂在玩 Reverb 取样，就是你去到每一个人家里的厕所，你就拍一下，然后取样人家厕所 Reverb，因为那个 Reverb 是可以取样的，对，但那个时候 IR 只能做到取样 Reverb 的时间长短，然后它就会把你那个空间复制出来，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一直在想说，国家音乐厅啊，因为那个哨不都超好，那管弦乐拉出来都超好听的。对，那如果可以取样的话，好不好取？因为我们那时候有取样过嘛。对，我们就去那边发现那个场馆太大了，你器材要很够，对，你才有办法取样到整个 room。对，所以说其实你顶多只能我们这种平凡人只能取厕所的声音啊，这种我们这种高等的北流的场馆声音就还是要靠我们专业有素养的人才来取样。对，其实我觉得这种多重应用，就像以前可能在10年前我们在弹吉他的时候，我们就是Gibson 一个音色，对 ，Fender 一个音色，对，然后你买什么你一定要是什么，对。但是到现在曲风越来越特别了，其实说真的，你那个吉他大家都眯得四不像，没有人知道你是用什么，那反而是一个好的技术跟好弹奏的吉他，对，或是我们后来追求，因为我觉得很多吉他手都这样，对，就我们一开始追求音色，追求痛，然后追求到后面就觉得痛这个东西在我手上，真的，对，然后我只要好弹的就好，我觉得弦距不要太高啊，什么的，做工精细，长得漂亮，对，痛在我手上，我掌控了全部，所以 IR 就很棒嘛，对，因为它提供了我们一个在好弹奏的乐器上面，我们可以有更多声音的呈现，我觉得就是一个超酷的技术，对。刚聊到这些空间取样或者是实体的取样，你有没有想过你会在哪里比较特别的地方放你们的作品、放歌这样？有吗？我跟你讲，我一定要在一个虚拟世界放歌。虚拟世界，如果可以选，我一定要选 Minecraft。我们让整个空间变成 Minecraft 的感觉，这样，然后这样在里面放歌，很疼这样，很疼，然后你会模组化这样。OK，Minecraft， 好，那还有的哪里？深海啊，对，所以你在深海放歌，你没办法这样，你知道吗？深海放歌你只能这样，这样，然后捡器材，
然后泡泡这样，对，泡泡，还有鲨鱼游过去，这样要躲它。想象一下哦，鲨鱼。还有吗？还有哪里？太阳啊，人生最后一场演出这样。哦，然后在太阳放。在太阳放。然后放完也结束了，对，这样。认真的燃烧生命。聊聊台湾电音场景好了，你觉得这几年台湾的电音场景有什么样的变化吗？其实我觉得一直以来大家都是觉得说夜店，对，就夜店你才放电音，对，那有时候在酒吧顶多，对。那慢慢的，其实从16、17年开始，我觉得跟玩团一样，就是会有一个变成流行的时期。对，然后16、17年开始有一些The Chainsmokers 啊 ，Martin Garrix 出流行歌，对，找歌手 Fee，Alan Walker 啊，对，然后就变成进入到大众视野，大家就会觉得，其实，在用耳机听电音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对，就不需要说它不是一个夜店专属啦。但是在台湾，当然现在还是以夜店在播歌居多，是因为我们同样跟我们一样做电音的艺人真的比较少，对，就是你很难发展，就是你要么就 DJ， 对，那演出的地方可能还是会局限在夜店，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电音圈的好伙伴们，大家都是很尽力的在想说，能不能够去 explore 什么新的场景，比如说在 Legacy 演，对我们来说就是对 DJ 来说就是一件很不一样的事情，对，但对乐团来说就是很常见啊，很常见啊，对，就是类似这种地方，对啊，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推，那看能不能慢慢的越来越好啊，对，因为16、17年我记得那个时候刚好是 Trash 发11点11分那张专辑吧，对，然后那个时期其实也是我开始接触电音的时候，因为我以前也是没有到很喜欢听电音，但是后来在某一个契机点，好像就是因为那些什么 Chainsmokers 那些东西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哇，我完全开了我另外一个视野，然后包含 Skrillex 那时候对 Dubstep 的那个盛世嘛，然后就让我觉得哇，电音的那个能量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强很多，然后那段时间我就是疯狂的听电音，然后开始学合成器啊，什么该怎么做电音的歌这样子，对，然后后来 Trash 才慢慢开始有一些电子的元素这样子，我觉得那个时期应该是改变了蛮多听音乐的习惯，我觉得。那你对于台湾的电音场景，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期待吗？我有一个超大期待，就是我刚才说我们玩乐团出身嘛，对，我们玩乐团的时候小时候不就看大纲，然后后来看 Wake Up， 对，然后你在这个演出的时候，你去就是哇，全部都是听团仔，好多兄弟这样子，对啊，每个都有团哦，大家都有团哦，都曾经在哪里演出过这样，对，电音没有，我在台湾电影里面，我就想到我自己，然后其他人我暂时想不到，每次去演校园，我都跟 Trash 同台。就是我就觉得很可惜啊，就是明本那么多会做的人，所以我想说有没有办法说，因为我们也不是太有能力，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想说有一些制作人或是电影的艺人，他们其实是很会做音乐的，对，但他们是不是缺少了某一些，例如说发行啊，就是比较认真商业的东西，对，那我们可不可以帮他，然后让台湾做电影的艺人越来越多，我们就可以自己有一个 game 嘛，对不对？我们自己办一个这个小港开唱这样子啊，都电音圈的那样，就觉得很棒。希望说我们的后面的一些学生啊，可以受到一些我们的小小的帮忙啊。对啊，可以帮助他们。今天非常谢谢马修来到我们节目，不客气妹，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我觉得很棒、很受用的 idea， 这样子。未来我们说好的那个合作，我们自己合作的东西。到时候就期待一下，就答应你了没？就感谢你了没？没问题没？好，谢谢马修。今天我们在绿幕拍摄，然后套用了非常多场馆跟场景，然后希望大家对于我们这些场景部分套用上 IR 的时候，你都可以有感受到。然后今天一样，我们会在留言区抽出2位幸运的观众朋友获得。由婉玲乐器赞助的 NYXL 套选0942，我觉得这个选非常好用。那希望你喜欢这集的节目的话，在下面留言你的感想，然后记得帮我们点个赞。下次节目见，拜拜。